将军，你慢点儿，是不是这药太苦了呀？哪儿好都不如家好啊！我在通牛县这么久，心中想家，想你，想孩子们，当然也想阿母，想的心肠都拧成一团了。我们也想将军。一家人在牢中时，每一句话都提及将军。阿母说将军是个孝顺儿郎，宋儿少公也念将军是慈父之心。袅袅就更不必说了，他为你这个阿父奔走，也是他情之所然。那夫人呢？你我成亲30载，相互扶持，恩爱有加，还用说吗？我哪知家中会被铜牛一案牵连。那日，严仲与我商量该如何处置那2000斤铜。我担忧铜牛县失守，军资被抢，便提议将那2000斤铜运出城外隐藏。谁知半路遇袭，马荣非但抢了资车，更将严仲一家杀害。我奋力抵挡，也受了伤，拼着性命逃脱，最终昏在草丛中。可我听袅袅说，找到将军时，你可是生龙活虎啊，可不像昏迷许久的模样。还不是怪那楼奔，我醒来就在那小屋，浑身是伤。他说我为周围矿上劳作的百姓所救。他闻讯过来照顾我2日，还告诉我，铜宁失守，县城李逢叛变，构陷我于严中，携2000斤铜投敌叛国。圣上下令抓捕2人。将军，你就信了？他是楼耀阿兄，又曾与我们议过亲，我怎能想到他撒谎欺瞒啊？后来我伤好转些，想寻机会回都城自辩，他又哄骗我不能贸然出面，否则马荣的眼线察觉，定会劫杀。如果我死了，就有口难辩了，程家人都会定罪，入狱受刑。他又向我保证，会将我活着的消息告诉你们，让你们安心。等洗刷冤屈的那一天，便能一家团聚。我怕此罪牵连你们，也只能在那片小天地里隐忍。别去死为夫了。将军真是不易啊！既然能从他的手里逃过一劫，他倒还有一些良心，未曾杀我，想是看在袅袅与楼瑶定过亲的份上。那是因为他事败，自然心存善念。若他事成呢？还能藏匿将军一辈子。要是事成了，他第一个杀的呀，便是将军你。大郎啊，大郎啊，大郎啊，大郎啊！你总算醒过来了。阿母，哎呀，吓坏你阿母了！你在这儿昏睡了3天3夜不醒啊！别嚎了，阿母，我的伤还没好全，您这一嗓子差点把儿给送走。那个不孝子，
你可知你阿母这些时日是怎么过的日子吗？啊，你眼里只有你心腹，你阿母受的苦，你怎么半点表示都没有呢？怎么半点表示都没有？不孝子。不对呀，阿母啊，你在牢里待了些时日，瞧着比过去还丰盈了不少啊。你看看，元姨为了照顾你们，都瘦了好几圈儿，阿母怎么看也不像受了苦的模样。放屁！啊，就为你惹的祸，我把我的棺材本都赔进去了，我的棺材本啊，我的棺，你怎么半点不知心疼呢？就阿母藏的那些破烂儿，什么破烂儿？你们这些败家子儿啊！素日里，你们只知道说阿母抠门儿。若非阿母藏的这些宝贝，你女儿拿什么做盘缠去铜牛血，就冲你这个不孝子！当年你们若非靠阿母嘴巴里生出的那些粮食能活到今日，不是靠你阿母手指缝里抠出的钱财，能救你的命吗？能救你的命？能救你的命吗？君姑可是见过乱世的，若不是君姑平日里积攒节俭，哪有我们程家的今日啊？懂事啊，还是愿意懂事啊。都说儿郎靠得住，依我看，儿媳远比儿郎靠得住。不对啊！我不在的日子里发生了何事？你们怎么不吵了？倒也没发生何事，只是我们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？一致对外。哎呦！手不疼吗？阿瑶，实对不住。程娘子言重了，你从不曾对不住我，一切都是大兄咎由自取。幸好我们因大兄一案，与伯父一起被贬回家乡。太子殿下保重，老臣就此告别了。窦太傅保重。为何要选去华县上任？说起来，在华县时，好似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现在想起来，还像做梦般。那时的你，率真勇敢；那时的我，纯真无惧。可惜，若再有我选择，我宁愿此生不曾遇见你，也没有去过华县。你多保重。
程少商，若你我不是经此生死大事，或许我们还能做得成朋友。别再伤心了。若非你举荐，他们夫妇二人也去不了华县。如今华县已是太平之地，想必他们去了，也能够施展心中的抱负。近日为何不见娄大夫人和严家子？娄家族老，在得知娄本遗言之后，斥责娄太夫人阻碍子弟的前程，酿此大祸。而娄太傅将此罪尽数推给了其夫人，罪名是不悌不贤，离间骨肉。就在前几日，娄大夫人被遣送回娘家了。还真是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了。也不全是这样的夫妻。娄少夫人待娄奔就不是如此。
严家子曾屡次帮我，是娄家除阿瑶之外待我最好之人。现如今，却因我驯服。娄大公子出事那日，我召集巡抚，都不曾宽慰于他。娄少夫人是明事理之人，而阿瑶也是一个真心至善的儿郎。家中发生如此惨事，他也不曾真的记恨你我。今日的他，想必很是克制。我记得阿瑶曾与我说过，他最喜爱去的地方，就是他阿兄的书房。他阿兄游历山川，心怀天下，见过无数风景，结识了无数有趣之人。只是没想到，兄弟二人变成了今日这般。是娄本自己走错了路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天下之事，有时候只是走错了一步，便再也无法回头。子申，我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平安喜乐。你我万不能行差踏错，此生便绝无后悔之日。怎么了？我阿母病又重了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一同去看望她？看我做的好不好？妙极了。阿离肯定会喜欢的。阿离，你来了，快来快来！阿母给你做的杏仁糕，你最喜欢吃的，来呀，快尝尝，尝尝甜不甜？来来来来，尝尝啊！来啊！怎么？你是嫌阿母？没有。阿母做的很好，我吃。来，尝一块啊！阿离，你吃个杏仁糕为什么紧皱眉头啊？是阿母做的不好吃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很好吃，很甜。真的啊？阿离喜欢就好。如今城里虽然缺东少西的，可是这杏树结果了，这个杏仁糕啊，你想吃多少便可吃多少。阿母不会亏了你的。好。哎，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呀。快来快来，快来啊！傻孩子，你慢一点，剥着呢啊。霍夫人还当子申是孩童呢，为何我觉得霍夫人的病，今日瞧着比之前精神好些呢？菊花上了年岁，熬不住病了。如今看似精神，实则已油尽灯枯了。
他是霍家伯母早产生下的，从小身体就不好，才受尽了宠爱。为了领贼，拼死生下了子胜，却落得了这般的下场。其实不止君华，子胜也是早产儿。我记得当年他生下来的时候，就像个小毛崽儿一样，大家都觉得他养不活，才给他起了阿离这个名字。倒是霍家大嫂，生了几个儿郎女娘，全都健康，壮实得很。这为求平安啊，便将自己儿子的名字给了子胜。那霍冲将军的儿子叫什么？不疑给了阿离，君华儿子的无伤，便给了霍家小侄子。霍无伤。都说外甥萧旧，不疑和无伤这两个孩子，又时长得很像，所以君华呢，就总喜欢把他们打扮得一模一样，让霍兄来猜。可恨那灵贼，整日里装出一副慈父的嘴脸，蒙骗世人，使得子胜有时他报过几回，甚至有时都会认错。两人真有这么像，连城阳侯都会认错，那还不是因为他极少亲近孩子的缘故吗？虽然这两个孩子相貌很是相似，但脾性却相差太远了。一个呀调皮好动，喜欢爬树、登高；另外一个呢，文静明理，喜欢看书习字。虽然性情不同，但两个人相处却极好。阿离喜欢吃杏仁，这阿征虽然碰到杏仁就会起红疹，还是愿意上树去为他摘果子。子胜如今是霍家唯一的血脉，万不可再去拼命了。他要是有个长短，这君华，孩子，子胜就托付给你了。待你大婚之日，你阿父阿母给你备了多少嫁妆，叔父照原样再给你备一份，可好啊？不用了，皇后也说过此话。我的嫁妆已经很多了。哎，哪有人嫌自己嫁妆太多呀？这再说了，你的嫁妆如果少了，将来见到豫昌郡主抬不起头，那可怎么办？我的嫁妆多寡，与豫昌郡主有何干系？人家琴棋书画、女工烹调样样精通，又是都城里出了名的贤良淑德。你呢？我听闻，你缝补个铠甲都能弄出个鸡翅膀来，害得子胜被众将官笑话了多日。这嫁妆要再不丰厚些，那不什么都比不过人家呀。崔叔父，我觉得你我缘分已尽，就此告别，天高地远，不必相送。你是鸳鸯，不是鸡。气性还不小，这孩子有点意思。
了？没事。怎么长了这般多的疹子啊？应该是操练的时候被蚊虫给咬了。大冷天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蚊虫啊？我看看。你发热了，好烫。就靠一下。医师说，少主公是食不得杏仁才会发热，过一夜便好。可为何少女君一言不发就走了，都不等少主公醒过来？定是其少主公不爱惜自身吧。只盼着彭坤能赶紧将孤城一案都交代了，这样少主公也好早日放下心结，与少女君完婚。少主公，医师不是让你多歇歇吗？你怎么又起来了？等不及了，再等就要晚了。我们去廷尉府抢彭坤。是。说，为什么对乾安王下手？为什么要对孤城下手？林不疑，你私自把我从廷尉府掳到这北军狱，分明是想滥用私刑。我可以保证每一笔都落在同一位置。不知彭将军能受得了几鞭呢？说！我跟将士们出生入死，乾安王坐享其成，不断高升，我杀他有错吗？小乾安王无能，却只等着继承不娶，沿袭王位，父死子继。我们这些寒门将士，什么时候才能出头上位？只有老乾安王在阵中死去，小乾安王无力安抚不娶，我才不会永远只是个副将。至于孤城，没有及时能够救援，完全是他祸中倒霉而已。不可能！你日在寿春，你说此事与林毅有关系，是什么意思？孤城城破，是不是因为有林毅在城内做接应？你已经是文氏的一条狗，怎么连自己的亲生阿父都想要反咬一口？曲耀公吗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刘忠，你杀了我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雍王我杀了，文修君我贬了，小月后我也令其滚去了皇陵。要杀你，易如反掌。我要的是让你生不如死，而这里至少就有上百种法子。彭将军是否愿意一一试试啊？
你方才为何对着霍将军的画像出神啊？我是觉得霍将军与子胜倒是有几分相像。都说外甥萧旧，不疑和无伤这两个孩子，有时长得很像。虽然性情不同，但两个人相处却是极好。阿离喜欢吃杏仁儿，这阿征虽然碰到杏仁就会起红疹，还是愿意上树去为他摘果子。怎么长了这般多的疹子啊？应该是操练的时候被蚊虫给咬了。少商，皇后怎么还没睡啊？于近日身体不大好，勉浅。瞧你屋子灯还亮着，就想过来看看你。皇后可是因为储君之事而烦忧？娄太傅乃太子时，这段时日，文修君、王纯、五公主，还有娄太傅接二连三的出事。即便东宫能从此事中摘出来，怕是太子心中也不会好过。皇后，我偷偷离开都城，把楼奔查了出来，才会连累太子殿下。皇后不怪我吗？为何会怪你？你乖巧听话，于怎会不知你心中的苦楚？其实，于心中甚是敬佩你。若我当年也有你这般孤勇，或许也能救下我的阿父阿母。皇后要先保重自己。除了太子的事情，你还有好多事情都要操心。是啊，如今于只操心你与子胜的婚事。皇后，跟我说说子胜的事情吧。他的性子是一直这么清冷吗？我听闻说，他跟霍侯公子长得像，小时候大家都经常认错他们。像也不像。子胜小时候欢脱得很，而无伤总是沉默寡言，少年老成。只是后来出了那样的事儿，子胜就变得像无伤那样不爱笑了。其实他有许多习性跟无伤像。圣上也曾问过他，他说他要为死去的无伤活着，不能太恣意了。这孩子前半生过得太苦了。于庆幸他身边余生有你。我也庆幸他身边能有皇后。其实子胜帮我们更多，
不管发生何事，人总要往前看。你莫要为他担心，他行事啊，自有分寸。快些睡吧，或许明日会更好些。皇后，今日你能不能陪我一晚？这有何不可？喧哗，此处是长秋宫。我不管什么长秋宫，我现在就要去见程少商。别挡我，王夫人。程娘子，过去是我对你不住，今日特地来给你道歉了，求你让十一郎放过我夫君吧。当初你阿母险些被处死，你都不曾这般狼狈哀求。如今为了一个郎婿，你竟做到此般，你真是一点骨气都不要了。我腹中的孩儿要是没了阿父，我还要这脸面和骨气做什么？快起来！我求求你帮帮我吧，帮帮我好不好？你可以没脸没皮，但长秋宫的脸面不能不顾。你为了一个不忠不义的男人值吗？在你们眼中不忠不义，但是在我眼里，没有人更比他有情有义。是，他忤逆谋反，甚至杀我亲人。可你知我这些亲人算什么亲人？我在娘家过的是怎样的日子？阿父窝囊，阿兄纨绔，阿母更是心中只有舅父一家人，随时可命我为他母家牺牲。没有人关心过我喜欢什么，更没有人在乎过我想要什么，除了他。可那又如何？黄玲，你清醒一点。那毕竟是坑了孤城的反贼。他早年在孤城，瘴气重伤了身子，患下喘症，所以院中从未有过花草。他得知我喜欢侍花弄草后，便不顾危险，让人带来了许多稀罕花草种在院中，就是为了哄我开心。为此，他不敢踏足我的院子。这也让我安心不少。有一夜里，我屋中暖炉点燃帐子，起了大火。我以为我就要死在寿春了，谁知他竟不顾性命，拼了命的来救我。试问我阿父阿母，谁人又能做到？郎婿倒是个好郎婿，想当初你还不情愿嫁呢。从那次后，我便发誓，我这条命都是他的。程娘子，所以我求求你，你帮帮他吧，你帮帮他好不好？洪宽谋反，那是株连九族的死罪，你当真觉得我一个小女娘可以说服圣上救他？
不是，我并非让你饶恕他，我并非让你去救他。他既然谋反，便不可能免死。只是林不疑将他从廷尉府带走，关押在北郡狱，连夜审讯。林子胜心狠手辣，定会对我夫君用尽酷刑。是，我夫君的确有错，但林不疑滥用私刑逼人认罪，难道就没错吗？彭坤所为罪无可赦，还需要逼他认罪？王丽，我帮不了你，你走吧。程少商，看来你对林子胜真的是一无所知啊。林子胜才是这个世间最深不可测、最心思可怖的男人。我夫君在都城多有耳目，他曾与我说过。彭将军啊，我们在这吃了一夜肉，你在这挨了一夜打，我们心里啊不是滋味。谋反本来就是死罪，我犯下就不怕死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邵主公，彭将军的热油。彭将军若再不愿意说，那这辈子就再也不用开口了。牛逼！你干嘛？你这个疯子！住手！凌不疑，你疯了！彭坤乃是朝廷钦犯，怎能私下劫囚审讯？圣上将寿春托付于他，寄予厚望。而他却因为一己私利起兵谋反，这是不忠。老乾安王视他于手足，信任他，栽培他，他却恩将仇报，谋害了乾安王，这是不义。不忠不义之人，你还要出手维护？我看你才是疯了吧！国有国法，彭坤即便要杀，也只有圣上下令才能动手。人。我必须带回廷尉府。凌将军，你军营审讯一夜，已是违规，还望你不要知法犯法，令在下为难，令圣上难堪呢。若我今日定要继续审他呢？那凌将军就从在下尸首上跨过去再说。我才知晓袁善剑竟是如此循规蹈矩之人。彭坤死活，我不想管，但你再如此胡闹，一定会惹上麻烦。你与程少商即将成亲，我劝你谨慎行事，别在朝堂上给人留画笔。你若是只能带给他麻烦，我不介意取而代之。陛下，那彭坤家眷已哭诉至长求宫了。可怜那彭坤家眷，腹中孩子难保，这一切都怪那凌不疑。你们御史台，连人家孩子保不住之事都要怪在林将军身上，当真是闲得慌。若非凌不疑做下滥用酷刑、屈打成招之事，
陛下何至于落人口实啊？行刑莫非还要手段温柔不成？左大人莫非觉得查案打仗都好似你们御史一般，动动嘴皮子便可以劝逆贼招供？三弟，左大人并非此意。左大人，子胜也是召集将逆贼定罪，你们之间怕是有误会。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事情总有定论。皇兄用总何必各打50大板？说够了没有啊？你们，陈少商啊，你现在是越来越出息了。陛下，臣女冤枉。臣女再糊涂，也不会对一个孕妇动手。只是她口口声声帮逆贼彭坤说话，还出言诋毁我们子申，臣女没忍住。臣女没忍住，才用帕子塞了他的嘴。你那是帕子吗？你的分明是足带。左大人何时闻过我的足带？你放肆！此处崇德殿，即便凌不虞是你未来郎婿，可你也不能如此出言，羞辱朝廷重臣。他不是不能，而是不必。因为他未来郎婿大可自己出言侮辱，所谓朝廷重臣。左大人怕是没被打够，竟还敢为难我心腹。凌不虞，你欺人太甚！你一直帮逆贼彭坤说话，这才是欺人太甚。我怎么替彭坤说话了？谋朝篡位，作乱犯上，依法处置就是。可是凌将军将人从廷尉府带到北军狱，私下审问，用尽酷刑，才是于法不合。是因他不仅牵连谋逆重罪，还与当年孤城城破有关。你知道些什么？彭坤之所以铤而走险，是因小月侯被擒。彭坤自知当年害死前恩王，连累孤城城破之事瞒不住了。但当初他不过是一名副将，如何敢谋害主帅？此事主谋定另有其人。王林告诉臣女，彭坤这些年一直与都城之人有所来往，而这暗中与彭坤来往之人，甚有可能就是当年一同参与孤城案的真凶。彭坤受其威胁，被逼无奈，只能冒险起事。林将军将彭坤带于北军狱审问，是为了更快查出暗中之人。敢问左大人，何错之有？既然如此，彭坤更应该交于廷尉府审理。子胜以孤城牵扯甚多，再不宜参与此案。正是因为此案与臣相关，所以更应该交给臣来审理，以此慰藉孤城亡魂的在天之灵。既然此案与孤城有关，子申便与廷尉府一同去查办。老三，盯着点儿，不许刑讯逼供。是。陛下，王林说彭坤迟迟不肯认罪，是怕连累妻儿。倘若陛下肯赦免王林腹中孩儿，他愿意去廷尉府劝说彭坤。稚子无辜啊，朕也并非是暴君。若是彭坤肯招，朕就赐他妻儿为养。多谢陛下。殿下，请留步。陈耀侯找吾有何事？臣有一事相求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少商，少商，王林对你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你为了让小月后露出马脚，
眼睁睁地看着他与梁霞勾结，杀死梁上，再栽赃嫁祸给太子殿下，是与不是？文修君被小月后设计，在寿春私自铸币，你其实早就知道，但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告诉皇后，更别说是阻止。你宁愿身上对皇后储君失望，也不曾想过要帮忙遮掩，是与不是？你拯救文修君，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报私仇。与其说你是为了我打上御史台，不如说你是故意将五公主之事闹大，想要小月后率先攻击东宫，是与不是？人人都说宁灵不义为了我不顾一切，可谁能料到，我不过是你的挡箭牌。红颜祸水这名头，我担不起。你说完了吗？那该我说了。我就信。其实我……林将军，林将军，太子殿下有请。去吧，看你如何面对太子殿下这份兄弟之情。子胜，
殿下，子尚，难得陈阳侯进宫，你们父子二人好不容易见一面，不如今日一起共用午膳吧。殿下，圣上命臣协助廷尉府审理彭坤一案，如今案件尚未查清，如若没有其他要事，恕臣告辞。子胜，莫急。子胜，你从寿春回来，还未曾和阿父见上一面。如今你马上就要跟心腹成亲了，阿父有几句提及的话想跟你说一说，难道不行吗？子胜，陈阳侯只是想与你共用午膳而已，毕竟是一家人，何必做得如此决绝？子胜，那彭坤就对你如此重要吗？令你废寝忘食，一刻都不舍得耽误。为何我查彭坤一案，程阳侯如此紧张？不惜如此，也要拖延我去审案。阿父只是心疼你，不愿看到你为了查案损伤自己的身体而已。如若皆是这般废话，那就不用再讲了。我没空听，也没空陪你扮演父慈子孝。这般惺惺作态，还是留给淳于氏吧。哎，子胜，我实在是没有帮上陈阳侯的忙，习惯了。无碍，无碍。彭夫人得圣上旨意，特准备酒菜去探望彭坤。本想劝夫君招供，但不曾想，刚到狱中便发现，彭坤已病发而亡。令史可查验过了，死因呢？令史验过了，是喘症发作。之前听王陵说过，彭坤患有喘症，闻不得花草香，这应是救急。彭坤是重罪，单独关押，发病时不曾有人发现，也就错过了救治时机。这分明是报应。彭坤害死了老乾王，间接害得孤城城破，你舅父一家满门为屠。他这般下场，也是死有余辜。子胜，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孤城之事，彭坤死了，你终究可以安心了。日后和少商成婚，好好过日子，不用担心那些不相干的人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杀的？子胜，你冷静一些，这都是意外。
主公，少主公，走开！少主公，雨太大，说了滚！我来陪你，子慎。
师傅好了，少主公。夫人她快要不行了。杏花斋来了吗？我这就去。你最爱杏花，你要多少，我都摘给你。哎呀，我当初要是嫁给你就好了。我是笨蛋，是蠢货，我早就应该嫁给你呀。我若是嫁给了你，我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？阿远，我对不起你啊。过来。不要忘了我们的仇。我答应你，绝不会忘死仇必报。好。阿离啊，阿离啊，春华。
你昨夜一夜未睡，一贯熬了一些安神汤。你先歇歇，才有精力处理霍夫人后事。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了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春，生老病死总是难免，人总有分别之时。纵然生离死别是难免，可只要心中仍有惦念，不论是在九泉之下，又或是千里之外，都不能真正将你们分开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子珊，你昨日要对我说什么？子珊，无论你要做什么，只要你说，我无不答应。我知顾城爱一是在你心里的心结，也知这些年你对霍氏全族付出的一切。若我能早些年认识你，便可以与你一起分担，不知你这一路艰难独行。如今彭坤已死，顾城爱一事已告一段落，你复仇之心且可以放下了。在你我成婚之前，我希望你能信任我。双双，如果有一日我做出了惊天动地之举，你还会对我永不变心吗？你阿母的灵柩在此，我要当着她的面发誓。仙灵在上，神明为证。我陈少商在此立誓。
若有人伤你亲人，你明知对方有罪，你却无法将对方依律裁决，你会怎么做？若是有人伤我亲人，我定不会原谅。他让我有多疼，我让他千百倍的还回来。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帮你。无论是任何事情，我都会与你站在一起。没有。还有脸来见他？滚！不欢迎你们。外面已经传闻许多你与姐姐的流言蜚语，你这般阻拦我们，就不怕姐姐身后被人非议吗？这个不要脸的毒妇！你少往君华身上泼脏水！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一样，是奸夫淫妇吗？我，侯爷，不知程阳侯来我阿母的灵堂做什么？我来送夫人一程。他为何出手伤人？伤人？我打的就是你！子胜啊，7日后是你阿父的50整寿，侯爷打算在府中设宴，天南海北的林氏族人都已经赶到了。你阿父今日来，本是想邀请你阿母参加寿宴，谁成想，姐姐竟突然仙逝，与我们天人永隔了。寿宴就罢了，君华刚走，这个时候摆寿宴不合适。可林氏族人都已到达都城，如何能改啊？既然都已经定下了，那就照办吧。侯爷寿辰之时，我会将阿母的寿礼一并带到。子胜能来，那太好了，我多备一些你爱吃的酒菜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但是人死如灯灭。